在贵州大山的深山峡谷里，竟隐藏着一条横跨在悬崖绝壁上的人工栈道。这条栈道是当地村民们凭借着一双手，借助钢钎、锤子这些简单的工具，在绝壁上一点一点地凿出来的，整整耗时2年才修建完成。远远望去，几百米高的悬崖壁立千仞，栈道宛如一条腰带，悬挂在绝壁的中间。通行的栈道有的宽度不足1米。 一边是刀削斧劈般的陡峭山崖，另一边则是几百米的万丈深渊。走在这样的栈道上，真的是令人心惊胆战。难以想象当年的村民们是如何在这片悬崖峭壁上修建出这条栈道的。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毕节的大山里面。 在这里的一处深山峡谷中呢，距离地面大概200米的位置上，竟然建有一条令人非常震撼的挂壁水渠。这条水渠呢不是很长，但绝对令很多人看了都望而生畏。这里呢就是水渠的起点了。现在我们走上这条水渠，带大家上去体验一下。哇，你们看，底下的峡谷真的是深不见底。 可以看到，在水渠的旁边呢，它是没有任何植物的，它是没有任何遮挡物的。走在上面真的是双腿不禁的发抖。听当地村民说呢，这条水渠呢，它是修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主要用于农田的灌溉。不过这条水渠已经没有使用了，因为在这个村呢，不只有这一条水渠，还有其他水渠。 可以看到，这水渠里面完全是处于一个干枯的一个状态了。在这个水渠里面还铺设的几条水管，应该是用这个水管代替了这个水渠。这个呢，不仅是一条水渠，同时呢，也是一条栈道。可以看出，这条路经常还是有人走的，因为当地村民偶尔也会上来维护一下这里的水管。 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们了，我感觉我走在这上面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刃上一样。哇，你们看底下，底下呢是一个垂直的万丈深渊。这条路对于当地人来说的话，却是如履平地，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，像是登天一样，每一步都是走得步步惊心。 据当地村民说呢，这条水渠它是纯手工开凿出来的，整整耗时2年的时间才修建完成。从这个角度呢，就可以看出这一面完全是一个垂直的悬崖绝壁，而这条水渠呢，它就是修建在这个绝壁的中间。在那个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，很难想象到当时他们是怎么修建完成的哟。哇！ 这棵树真的是绝地求生。看到这里呢，我就想到了一句诗词，叫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”。这一句呢，刚好形容这个树的生存环境，这种绝境，真的是太佩服这棵树了。放眼望去，这个崖壁中呢，只有这么一棵树在这里生存着。 这条水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开头即是巅峰，一整段都是非常的惊险的。站在这上面还可以隐隐约约的听到水流声。看底下，底下呢是一个峡谷，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水，这个水质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清澈见底。上面呢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它这个吸水的水源呢是从上面的山上流下来的。 包括这个水渠里面的水也是，不过现在没有使用了这条水渠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越走越窄了！我感觉这一段是整段水渠中最窄的一段了。这一段我只能扶着这个墙走，我谁都不扶，就扶这个墙。
这里应该是最窄处了，我们来量一下。为此呢，我们特地带了一个卷尺，一个迷你的，随身携带可以。我只能站在这里面量了，在1.3米左右。但是你实际使用面积的话，应该不足1米，只有一半，因为你不可能站在这个旁边上走嘛。还好这个水渠没有使用了，如果说再使用的话，它的使用面积只有40公分了。走在这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吓人，如果说你不小心从这里跌落下去的话，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！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好奇？这条水渠到底是怎么修建的呢？据说在那个工具落后的年代，当地村民呢仅靠着自己的一双手，借助钢钎、铁锤这些简陋的工具，在腰间上系一根草绳，草绳的另一头呢就系在上面的崖壁上的树上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身体放下来，将身体悬于这个绝壁的中间，再一钎一锤的在这个坚硬的岩石上面凿出这么一条生命之渠，真的是太不敢想象了，太危险了，想起来都后怕。这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，这块岩石呢，就是当时开凿出这条水渠的时候遗留下来的，刚好作为一个护栏。大家看，在这个崖壁上，全是他们当时开凿出这个水渠的时候留下来的痕迹，都是凹凸不平的，都是不规整的，因为当时没有大型机械。走到这里呢，危险的路段就已经走完了，前面这一段呢比较平坦，不是相对于前面那段话不是那么高，再加上这旁边长满了这些绿植被，这样走过去的话就有恃无恐了。这里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看，有山有水，当然它这个风景它是与危险并存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不是很大哟，比较窄，很难过去。里面放的是我们的包包，还有衣服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一段呢，只是看起来比较安全，因为它旁边全是树木的遮挡。其实呢，在这个水渠的旁边，它也是悬崖绝壁的，只是被这些树木的遮挡看得不是很清楚。相比前面那一段的话，这一段就没有前面那一段高了。你们看，从这里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。底下是茂密的植被，这边的话至少的话也是100米。这里还搭了一个简易的灶台，是用石头搭的，应该是之前有人在这里野炊吧。看这个崖壁上黑黢黢的，这上面还在渗水。如果说下雨的话，它的水量应该会大一些。这条水渠走到这儿呢，就差不多已经走到底了，前面已经没有办法过去了，这条路已经被这些杂草给覆盖住了。
刚才我们用无人机飞的时候，发现在这个崖壁上有一个山洞，在山洞的外面呢，还用石头砌了一个墙，不知道以前是用来居住的，还是用来躲避土匪了，已经不得而知了，因为我们爬不上去。这条水渠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现在我们过去吧。我感觉整段水渠中就这个位置最为惊险。站在这里呢，不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刀削斧劈般的绝壁，还能清楚地看到底下的峡谷。看那里，还有一条天然形成的一条地缝。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。如果说不是这个石头的遮挡的话，我根本不敢站在这个旁边。现在我们用360相机记录一下，这条挂壁水渠真的好险好险呀！它离地面非常的高，大概在200米，或者是比200米更高一点。这边这一段呢又窄又险。如果说这外面有那些树木覆盖还好，它这个是完全没有树木覆盖的哟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，我的天哪！它这个绝壁完全是与地面垂直的。我感觉走在上面，我的心都是提到了嗓子眼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像走这样的挂壁小路的话，一定要特别的小心。这一段的话就还好，这一段比较宽。水渠很久没有用了，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了。走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已经走到刚才我们来的起点了。从这边过去就是村庄了。村庄的话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这个地方之所以会在这么高的绝壁上修建出这么一条水渠，其实大家看了这个村庄就会知道，这个村庄呢，它的所处地是非常高的，是在一个山坡上。俗话说呢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他们那个时候挑水呢，要到下游去挑，要走很长的一段路，吃水都成了问题，更不要说是农田灌溉了。那个时候很难过一个丰收年，所以呢，当地村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这个山上的水引到下面的村庄里面去灌溉农田。后面呢，他们就在这个绝壁上修建出了这么一条生命之渠，太佩服他们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